比如说我去的那个Boy Town 里面那个 massage 的按摩的店嘛，它是网上一直说是正规的，我也知道是正规的。可是那小哥在给我按的时候呢，因为精油推拿是要脱光衣服的，然后有一个小毯子、小毛巾盖着你的关键部位。可是他在躺下按我手，这个分男主女用吗？都要摸的是吧？但是一些。就加个水在上面是可以的，或者拿个凉水浇上去，拿出身上的卷尺量一下，18厘米。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Gay to Gay， 我是亚当，我是方瑞。大家好，我是 River， 我是吉林人，来加拿大大约14年多了，人到中年。哪有？我们的阳光型男，看一看，我很大哦。要遮挡一下。就是我们每次录节目都可以吃一吃嘉宾的豆腐，还是对家庭生活之外还是有点乐趣的。欢迎。继续。然后现在从事的职业是中医，还有运动康复。平时就是打沙排，现在即将会学网球。欢迎大家多交流。River 是一位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中医师，对，因为北美注册的中医师，我觉得北美注册吧，我不要讲出这种这个是错的，是那个安省注册，对于我们每个省啊，阿尔伯塔省啊，温哥华啊。BC 还有 Ontario， 我们有自己的系统。你原来是做运动康复，然后再转到中医这边来的。对，所以这个的经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少有的，我觉得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些不同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是 idea， 是关于北美生活和北美工作这一块的。我是2010年来加拿大，然后先去的温哥华，然后生活了半年左右，在那里的生活。环境、自然环境和生活节奏不太适合我。为什么？太纸醉金迷是吧？太安逸了。我来加拿大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去过温哥华，所以我也不知道温哥华到底怎么样。因为我是个北方人，我的冬天一定要，你可以寒冷干燥，但一定要有阳光。然后，对我去的时候正好是度过了非常愉悦的夏天和秋天，然后到冬天的时候我就不行了。我就开始抑郁了，因为温哥华的雨水多一些。对，就是连绵的阴雨，我就感觉哇，就很down，就去一个阳光多一点的。虽然这里也是半年的冬天，但至少是有阳光，还是对你风可以凛冽一点，但阳光是要有的。所以我们的阳光型男 River 因为阳光来到了多伦多。因为我在国内做的是偏物理治疗师 ，physical therapist。然后我来这里的时候，本来也想继续做这一行。那当时我的语言很不好，因为我来的时候已经27、8岁了，已经过了说上高中、上大学，然后跟同学们 hang out，然后提高语言的那个时间段。然后就想说先去学校把英语学好一点，因为这里的医疗它需要你英语非常的好，因为你交流的时候不能出错，如果你哪里交流的一直在卡顿或者有 misunderstand 的话，真的会出事情的。就是我就迟迟达不到那个 level， 等将巴火可以到那个 level 的时候，我说我操，钱花没了对，我的钱没了，我说怎么办？就赶紧说要转头，对，然后就找新的方向，对，找一个能赚钱的，但是和我这个工作又比较相关的，那就是 massage therapist。所以你就从那时候开始，对，就转到了 massage therapist。对，因为 physio 它有很多，基本上有很多 hand on 的一些，massage 要更多的 assessment。可是我 personally 来讲的话，第一 massage 其实，单从收入来讲的话，好像收入更多呀，是吗？收入是蛮稳定的，对，但是我心里就是告诉自己，massage 你一定只是那个中赚，就是赚钱，然后你在
看另一个途径，因为massage我感觉是有花期，如果是有花期，就是有职业期限的，因为你是因为你也是需要很 hands on， 对，有体力啊，而且1个小时。可能就接一个，可能在收入上来看的话，我有一个很傻的问题，我有一个很傻的问题啊。那比如说像这样的话，你给别人按摩完，自己身上酸痛怎么办？其实我不会，因为我在读 physio 的时候，它有，比如说 kinesiology 啊，还有一些运动人体工程学，我们会学得很好，所以我们知道是以哪个角度我输出我的力是不会伤到我的。所以其实你看我 practice 很久，而且我的力气还是蛮势大力沉的那种的，但是我很少说我会伤到自己。我工作之后该打球打球该蹦迪蹦迪。按摩我是好像1年多一点就念出来了，因为我用了很多大学的学分因为好在是我一直是在 healthcare 里对，就是很多科目是共同的，就是没有说考完证能够赚钱了就马上读中医马上就开始就重新就又修到中医那边去了。对，但在马萨诸的过程中，我一直很好奇因为我觉得以前我在泰国的时候，去做那个就是推拿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小心思。比如说我去了那个博爱烫里面那个 massage 的按摩的店嘛，它是网上一直说是正规的，我也知道是正规的。可是那小哥在给我按的时候呢，因为精油推拿是要脱光衣服的，然后有一个小毯子、小毛巾盖着你的关键部位。可是他在躺下按我手的时候，他会坐在我的手上，压住我的这个关节，让它更加的就是伸展开。但是呢，他那个裆刚好在我这个地方，虽然我摸不到什么，但是我总觉得还是给我 hint， 我就会拼命的抠一下，但是我又抠不到。这个很会呀对，然后我就满足了你又保护了自己。他感觉好像宝塔镇河妖，回手刀。对，他感觉我在抠了，他又这么移了一下，感觉躲开了。这我就觉得你都在这个地方摁了，所以说所谓的正规的，但是我也听说过这里也是好像有的嘛，我就先试试给他点 hint， 我再掏不到，就这种，所以我可能人家就没有，可能就是没有，人家可能只是人家在按的时候像哪里来的变态，中国人是不是有变态？但是主要那个精油按摩是全脱光的，然后给我在那种多少都有点小小的暧昧，对，所以我在想，就是说你从事这份职业的时候，对，所以我在想，你从事这份职业的时候，那你有遇到过这种类型的客人吗？就像我这样子，说实话是有的，但是他们不会像你胆子这么大因为我比较偏凶一点就可能跟你们在一起可能嘻哈一点。但是如果有人 client 的话，那如果在按的时候就有人开这样，那是你就可以直接走了你就跟他直接走了，就是脸直接撂下来 ，sorry。那你有没有遇到过很帅，而是你的菜，然后你多少自己心中有一些小小的一些说没有应该是假的。那遇到过那种你会稍微给他再多花点时间吗？或者细节做得更多一点吗？手部按摩面积更大一点吗？要是我肯定会了。要是我何止是会我可能就要掏下去。每个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就是我能，你既然你掏钱信了我，那我就尽我可能把你做的最好。有可能是我可能白天我精力更充沛，对你说的多一点，晚上之后真的太累了，我可能说的就少一点。但像你说的感觉很帅的人，会不会给他多加一些？不会是有的没的。那比如说会不会对他就更仔细一点呢？是会的，因为我们是有回头客这一说的。你把他留在你身边，说那养眼何乐不为呢？那你又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因为他就是但是除了这个，我有另外一个，就是你知道按摩嘛，它总是要有肉体的接触的，很多时候呢会有一些客人会觉得有一点小兴奋上来比如说突然间就是支起了小帐篷。有遇到过这样类型的客人吗？有，真的有。因为为什么我其实很少会让我的 patient fully naked，有大部分其实都是像你刚才一样穿着衣服的，对，除非我以前是为了就是工作，因为我工作那个是比较偏西医的，这我们叫 sweetest massage，但是那里的人都已经习惯了用 lotion 用 gel 或者用 oil，
我就只能是自己用。那现在自己有自己的客户，有自己的 style 之后，我不会为了别人的改变而改变。我就说我的 style 就这 style，你可以 cancel the appointment now， or if you don't like it, you can change your mind later。那 back to 那个，如果你遇到过个客人突然间小账目都支起来了，那怎么处理啊？就给他拍下去。就加个水在这上面，或者拿个凉水浇上去，拿出身上的卷尺量一下，18厘米。你真的遇到的时候，你真实的怎么做啊？就是当做看不见，真看不见，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吧，因为那我觉得当然很正常的啊，它就是会让人有一些就是血液上或者是有一些这很正常的自然这呼唤，你只能这么说 OK。那遇到过那种就是真的是很大围下来28厘米、30厘米的，在擎天柱一样的，遇到过这种吗？经典没有完全硬起来，但是的确是长度和粗度是就肉眼可见。比如说哇，下次你做客人找我来帮你按。对，我就感觉哇 ，Your mom should proud of you。像这种情景，我觉得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场景是在澡堂搓澡的时候。你没有遇到过吗？东北会的，我们没有搓澡，就是当我小的时候还没有性发育的时候还没有感觉，等到我开始慢慢知道自己是 gay 对男生有感觉的时候，我去澡堂的时候就变得特别小心，就是让自己清心寡欲，不要乱想别的。因为你首先你会看到各种各样大家都没穿的衣服。然后那给你搓澡的时候，他就会给你按摩很多。他会不会把你们拎起来？对，会拎起来，给你左边右边。那你就会，那你硬起来过吗？就是有感觉过，但没有到完全没有完全充血，半充血对，半充血了。那个时候赶紧差不多，我就说就换个面吧，但是我帮我换个面再换了面之后，就赶紧自己屁股翘起来。对，屁股。我一直都很想尝试一下这种搓澡，我真的没被搓过。我甚至有些在想，如果我去搓的话，我应该多少泥搓出来身上。你跟搓澡的那些阿嬷阿叔应该是很开心的。阿嬷，搓澡还是阿嬷？你倒是想，搓澡的时候就阿叔，他们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能搓出这么多泥的人。手啊，对，多好。真是这样吗？就搓出来小鸡巴那个小尖儿这样。他不会可以拿着你做个演示吗？开玩笑，我已经准备好了。他不是这么拎起来，他会从你大腿这里直接下去，然后用你的掌根托住对，扶就可以了。对，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还是蛮有爽感的，就是相当于你是。哇，这个职业好，这他不会说一直往上撩，他基本是用掌根把你托起来。那这个职业好适合我呀。对啊，它性感。因为其实现在东北的洗浴业是非常发达的，浴都对，是休闲的一环，他们一条龙非常的丰富。我从来没去过，但我真的很想去一次。如果有东北的观众的话，可以请我去一下，我也是可以的。他可以高飞可以倒贴去啊，不用请他去，他可以倒贴。对啊，从后面开始决定进入中医领域了。OK，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其实除了比如说你的职业发展上，那你为什么会对中医会感兴趣呢？我自身来讲的话，就是我可能因为我一直是做偏外科、康复外科啊，做这种肌肉、筋膜骨骼、关节这些的，加一些神经。那后来我们发现说，怎么有一些疾病我们诊断也没有错啊，治疗方向没有错，但一直就出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其实是内外是有一个连结在的，所以我这时候一直对内科开始感兴趣。但你说学西医嘛，那你可能就是不是太现实了。然后发现自己，那你既然有中医的背景，那就试试中医。而且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和那些针灸师一起合作过的，真的是下针是有效的。再加上我们一些主动运动的拉伸啊，一些肌力的增加呀，康复的很快。完这里就没有，这里完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彼此楚河汉界分得很清，而且两个人是两方中西方是不交流的。我发现那既然我有这个 idea， 我们就去学一学，就越学就发现其实是通的。你说越学会发现是里外是真的是衔接的。就是有个人又持续的腰疼，后来我就看说这哪是你肌肉
的问题，肌肉的确是有，它久坐的问题的确是有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发现内科它是有长期的便秘，它是腹腔的内压是很高的，它一直在 push 它 back muscle。然后这时候你是治好了，你的确是它有舒服了，因为你治了一方面，我不能说你没有治好，但你没有看到了这个现象的另一面。在北美在学，像在加拿大这地方学中医的话，那会不会其实算是比较小众？是这是我要说的，为什么选择中医的第二点是，它现在的确是小众，但是我看到了它即将会走向这个公众健康的这个时间点，可能这个时间点你早10年晚10年，可能我也 miss 掉了，对吧？我可能我也不说我清楚的看到了，但是我感觉到了，我应该恰巧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在这个轴，这个开合的这个轴上，那我说，有什么样的事件会让你觉得说是这个时间点？包括美国整个北美，就是已经开始温哥华啊，美国他们已经开始有就是 Chinese Medicine Doctor 这个 title 了，然后温哥华它进入了公共保险，可能有一些 cover 可以给你，然后安省就我可能说它谨慎，也可能说它保守，落后不太好听了但的确是总是要晚一步的，但可能也对未来我感觉我相信它会这个分我迫不及待的，我来让 River 给我看一下。那我也想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中医，让我满足一下我这个 posture 要定好，而不是说扭扭巴巴的，因为整个因为你们的规范，对不对？对，你的血压可能就开始。我可以跪下。我们在现有条件下 ，River 指导一下，可能我们正规的这大概的操作，可能示范一下。对，非常基本的。然后每个人的 style 有可不同，前后顺序也有不同，问的问题有不同。然后男左女右都要摸的是吧？但是一些很谨慎或者 special case 的话，我们这里的脉或者这里脉都要所以把脉不是说只是手上，大众比较就是《甄嬛传》熹妃娘娘只要把手就行，对，要把手。真实的中医它需要每个地方都要综合起来看。对，然后我一开始说，那我会从上到下来摸一下，感受一下你的体温这里是热的，凉了，这里哇冰凉，你的是还蛮热的，整个手都是。感觉一下，让我来。这里是热的。在这里能看出整个手是粉红的，是有气血能够到末梢的，整个手指甲也很有鲜活，有生命力。今天刚剪的，跳在加速，让我感受一下。所以会有，比如说你的病人给你看到你心跳加速吗？我会有一刻会闭眼，我曾经有一度不小心的时候，我是盯着对方的。我以为是盯着对方的喉结，但是其实对方以为我是盯着他的胸。女生对女生，后来我才发现，就让咱俩都静下来，就不要什么干扰，静的就感受一下你身体，就感受一下你身体到底想告诉我什么。对我的身体有结论吗？还是说蛮健康的？医生认证过的肾很强盛。对医生认证过的医生认证过的还够用。对，我铺陈这个环节就是为了医生认证。对，我们刚刚聊完了，就是 River 从国内到这边来是一个从医的一个过程，给大家分享了。我觉得应该对很多人来说，如果你有一个想法，比如说来到加拿大，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参考的路径。我觉得还是蛮独特的一个路径。然后我们讲到这个感情生活，你当年来加拿大是不是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是 gay 的一个身份的原因，所以你觉得来国外会比较适合你自己的生活？有一部分吧，因为我知道自己 gay 比较晚，我是26、7的时候才知道。26、7才知道？对，就是那时候也是快毕业了嘛，然后大家以前有过工作合作的机会，然后吃上午饭的时候。大家说那回自己的办公室了，因为他不是我们那个系的，去办公室再去喝点酒再聚一下，因为我是那个部长，他是副部然后去的时候，因为我们那块是有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床，对，因为我是宣传部的就喝上头了嘛，我说我就眯一会儿的时候。然后我就感觉好像被亲了一下。副部
部长一直暗恋的部长，就等这一天。然后他就因为要散伙了，毕业了，但以后再也不相见了，然后就趁这个时候给你一个吻。但你遇到那个吻，你是惊慌的还是说不惊慌？不，我想先问说，在之前你对他有感觉吗？没感觉，只是好朋友、好兄弟的感觉，就有点哥们儿的感觉，好兄弟、好哥们儿的感觉，完全没有想过，没有想过，就也没有想过两个男生能亲到一起去，因为我那时候网络并没有很发达。那你可能开始慢慢觉得自己喜欢男人了吗？也没有，我只是感觉说，他的嘴唇很软，就是比我亲过的女生还要软。然后呢？而且就整个人香香的。就可能也是借的酒劲儿的。是什么样的男生？是个干干净净的那种，还是说是有点比较魁梧的、比较 man 一点的男生？是什么样的？体育生，就是体育生。哎呀，你怎么吃这么好呀，娘的！对，就是那个年纪，大家都是玩体育，因为我们就是做康复嘛，你会接触很多运动员，或者是有运动背景的。对。那你从那时候之后，第一吻开始唤醒了一点细胞，然后开始知道一些资讯的时候，那之后你第一次跟男性的亲密接触是如何发生的？去 Destination 是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国际留学生带我回去的。他就在那一天他就有人把你带回去了。对。然后你知道带回去要发生什么？我知道可能要脱裤子，但脱了裤子之后我做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你也不知道。但你是期待的，对吧？我是好奇。但因为毕竟也看过片了嘛，那时候也是好奇。但是对方是外国人，所以他就没有我体验的亚洲人那么香。就我感觉他胡子蛮重的，就感觉他亲的和我上次亲的不一样所以就没有那么爱。对，就感觉说一般般，所以就停了好一段时间所以初吻没有发生任何的性爱故事，对，但只是初吻开启了大门以后，然后第一道菜就是西班牙菜，排阿拉上来了。那你现在感觉你现在尝过有多少个菜系？我都尝过，印度也尝过，印度也尝过，这么多菜系，你更喜欢哪一道菜？黑人。哇，你操黑人了？我操黑人。真的吗？因为我是翘臀控，黑人是他天生的屁股就非常的翘。这个就是有一说一，就是真的。但会不会遇到比你大只的黑人？大只反而更嗨，你就更有征服欲，就更征服欲的。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亚洲人操黑人，就是有一个生理上结构，就感觉是个筷子搅大缸的概念，有这种感觉吗？没有，你不能怯场。你要有信心，就是小归小，但是气势还是要，但也是要干翻你，也不。对啊，为什么你就一定小呢？真是好，威粉是大的，威粉是亚洲人，不是给他看一下，快点。因为黑人，我们今天就在这个节目里向大家证明。好，我们自己先看一下哦。哔哔哔哔。对，就感觉是你要，就是我不要灭我们亚洲人气势，我们亚洲有很多大的好吗？而且有的时候你不需要你不能怯场你有怯场的话，谁都不会喜欢的。提着枪就上，对，你提着就干。我就算你说我就 every Asian side 是怎么了？但是我就是比如说一些稍微暴力一点，就稍微 aggressive 一点的，他们感觉说哇。这人蛮会的，蛮强的，蛮强势的。就是不是说不好意思，我可以冲过去，我特别高这样。对，而且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是，本来做爱就不是只有插入那对，不是插入的，它是很综合的一点。对，它是也很综合的。就我感觉氛围是反而比抽插更重要。那空窗多久了？7年了吧？怎么会有这么久啊？你上一段感情是多长时间？4年。4年。对，我唯一一段。对，是你唯一的一段嘛。4年之后，你有 dating 蛮多的呀，就是比较短。没有，我是最近才开始 dating， 因为我不是那种学霸型的，中医又不是很好考，所以我在中医那3年就一直在 focus on 学习，因为要背好多东西，它整个我还要从西医转到中医，就要花很多心神，我就没有时间。而且我是这种谈恋爱，如果有点恋爱脑那种，我是稍微有一点点粘人，或者会真的 build up 那种，我没法说，若即若离的，对，若即若离那种的。那你现在的状态其实还是在有不抗拒，还是在有尝试的，或者是我是会接着，如果我感觉这个人还不错的话，可以聊一聊的话，我反而会主动的
加他呀，或者约他出来。但是有时候我要反省的是，我会不会就太热烈了，会把对方给吓到？你都是怎么样一个热烈法？比如说约他出来打球啊，一起打。如果团体活动的话，我就会打球还好啊，我就会一直给他加油鼓劲儿，然后一直赛的球就是赛的球给他，就让人感觉哇太多 attention， 或者就是太明显了，就太积极了。所以有时候我想说你要以对方想要的方式来关注他，而不是说我想这么关注你。这个点很好，就是还是要转变思路的啊。刚刚听完 River 分享一些关于中医啊，关于一些包括他自己的个人的故事，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有点启发到我了，就是让我不断的还是有一些新的东西在进入我的脑袋。我也有同样的感受，虽然中医那部分呢，我走神了无数次，因为有些专业术语我是完全不知道了，就是有点懵懵的了，就是。对，希望看我们节目的观众也能从我们节目中能学到一些你们觉得有用或者是能帮助到你们的，哪怕是给你们带来笑容的，那也是我们最初的一个目标。照顾好自己，要相信自己。River 还有什么？比如你有些 message 想跟我们的观众传达出来，包括不管是生活啊还是什么，就是还要相信自己，照顾好自己，就不要对自己太怀疑。不要对未来会显得爹味儿十足，就不要对未来太纠结做好。你已经是爹的年纪了，就是这样。就是我感受到了 River 的一种统一，因为他是那种遇到了黑人提枪就上，非常自信。对，不要觉得畏畏缩缩，哎，怎么啦？不行，小大刚怎么？那我筷子也是几千年的文化，冲进去。对啊，我这也是铁筷子。哎，希望看我们节目的人都可以像 River 说的一样，爱自己。好，谢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不要忘记点赞、订阅、点亮小铃铛。下回再见，拜拜。拜拜。